周迅恋爱了。10月27日，有媒体曝光了一段周迅与吉他手卓越一起牵手回酒店的视频，疑似恋情曝光。当天，周迅一身黑装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低调出行。卓越也是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显然是不想让太多人认出来。紧接着，他们一起来到了饭店吃饭，卓越和周迅坐在一边，卓越贴心为周迅盛饭，之后周迅也夹着菜放进卓越碗里。吃完饭后，他们离开餐馆，一路走着回到酒店。随后，周迅卓越登上了热搜，更有媒体直接替周迅官宣了恋情。好爱搞音乐的周迅与吉他手卓越同回酒店，一爆新恋情。对于两人恋爱的消息，许多人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询问是不是真的。虽然目前周迅还未发表任何声明，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早有端倪。卓越是马赛克乐队的吉他手，参加过乐队的夏天，而周迅也正是那季乐队的夏天的嘉宾。说起来，这个节目的参赛乐队多的只能用列表显示了，但偏偏就只传出了两人的画面。马赛克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现场表演霓虹甜心时，周迅在下面跟着歌声摇摆。然后马东在乐队的夏天2中问他上节目是因为爱音乐还是爱音乐人，他当然听得懂马东话里的内涵，却仍是毫不掩饰的回答爱音乐，所以爱上了音乐人嘛。此后马赛克乐队参加了周迅组织的公益活动，卓越和周迅现场还合唱了小毛驴。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，有一天我很可爱它跑哪去哪去，手里拿着小皮鞭，心里真得意呀，不知怎么了，一手软了一旋律。马赛克乐队南京专场，媒体又拍到了周迅在现场观看。而早前传出的周迅与某吉他手在三亚待了1个月的消息，以此看来，说的应该也就是卓越了。虽然这对周迅来说是个好事情，但这可把粉丝们急坏了。毕竟摇滚圈多浪子已经是大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，就连当年章子怡嫁给汪峰，马思纯爱张曼乐也都没有好下场，因此大家的反应就成了女神快跑。更何况周迅的感情史太过波折，众人就更加忧心忡忡了。早年的周迅像极了纵情任性的太平公主，为了自己的心上人摇滚歌手窦鹏，甘愿放下家里的安稳生活，毅然决然地陪他来北京漂泊。每个人的北漂生活都透着拮据和心酸，但彼时他们有心爱的人在身旁，看起来总是那么义无反顾。1994年，窦鹏作为张楚的键盘手，跟着魔岩3杰跑到香港红磡体育馆，成了摇滚历史的见证者。周迅则拍了《女儿红》《小娇妻》2部片子。1996年还接到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风月》的邀约，事业上也在急速攀升。眼看生活蒸蒸日上，两人却意外地传出了分手。据说是因为窦鹏想着先立业再成家，而周迅则截然相反。两人争吵不下，最后分开。就这样，周迅经历了自己24年来的第一次失恋。然而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任谁也追不回来了。他并未后悔爱过他，只是觉得可惜。之后在1998年，娄烨邀请周迅出演苏州河的女主角，而男主角是喜欢摇滚乐的贾宏声。两个有相同爱好的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可惜贾宏声是个非常奇怪的人，他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的时候，可以一天不吃不喝，只听摇滚，并幻想自己是约翰列侬的儿子。周迅虽然欣赏他的才华，但并不代表能接受他的一切，所以两人的感情只维持了1年多就散了。后来周迅在接拍电影《那时花开》时遇到了朴树，那一年周迅26岁，朴树27岁，两人的感情从戏里走向戏外，跟连体婴儿一样形影不离。平时惜字如金的朴树总能跟周迅滔滔不绝地聊一宿，但或许他们都被戏里戏外的感情弄迷糊了。两个人以为找到相似的伙伴就是爱，真的相处后才发现，他们最合适的关系应该是此生挚友。于是朴树就公开了自己交往已久的女友吴小敏，两人于1年后低调完婚。已经走过懵懂恋爱的周迅，终于开始渴望安稳和婚姻。而与此同时，李亚鹏的出现则完全满足了周迅的所有幻想。同样身为明星的缘故，李亚鹏愿意帮周迅做各种琐碎的小事。周迅需要接送时，他亲自充当司机；周迅生病住院，他亲自陪护整夜；周迅去沙滩拍摄，李亚鹏就在后面为他拿着鞋子，还亲手拍去他脚上的海沙。两人的感情那么的合拍，仿佛结婚已经近在眼前。可或许是上天故意为难周迅一样，当周迅表示想和李亚鹏结婚时，李亚鹏却以自己要发展事业拒绝了，分手也如约而至。
我从那时起变得很自闭。周迅后来回忆说，那阵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，对人生也很失望。感情这东西付出容易，想悉数收回就难了。同李亚鹏分手后，好友刘若英向他介绍了造型师李大齐，大齐出现了，世界就开始变成彩色了。周迅当时是这样说的，李大齐待他相当温柔，周迅经常因为压力大而发脾气，李大齐都忍着哄着。周迅也曾经很多次在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会嫁给李大齐，但是这样说了3-5年之后，两人还是因为聚少离多，使得爱情变成了友情，最后默默分开了。分手之后的周迅虽说流出了与梁朝伟、谢霆锋的绯闻，但他却从未出来澄清，只留下群众欢呼的一地鸡毛，悄然无声地消失在了大众面前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才结束。在那年里，周迅和高胜远终于结婚，并且还在采访中透露两人已经交往将近1年了。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缓过神来，原来大家一直都猜错了。婚礼上，周迅说，我演了一些电影，做过几次新娘，在电影里也说过几次誓言，今天晚上终于有一个周迅的版本了。婚后不久，周迅和高胜远就跑去国外度蜜月，那时的社交平台上都是甜蜜的合影。因为高胜远不太会讲中文，周迅还努力学习英文，克服掉两人交流的障碍。可惜几年过去，高胜远始终不曾为周迅去学习中文，爱情始终没有得到回报。终于，高胜远还是删除了自己和周迅的婚纱照，清空了所有和周迅相关的消息。而对此，周迅也只是让工作室澄清几句，便不再对外说明其他。或许此时的他依旧相信爱情，但却不会为虚假停留。回望周迅的情史，道尽了爱情里的辛酸。他曾经叛逆地选择自己爱的人，放下尊严，勇敢追随，却感动不了对方的心。他最后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，拥有童话般浪漫的婚礼，却被婚姻消磨掉爱情，分手告终。不过他从来没有因为爱情放弃过人生其他部分的精彩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周迅依然活在自己的时区里，拍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唱自己喜欢的歌。在2019年时，周迅还出了一张翻唱专辑《1227》，很多人这才想起周迅原来还是一个歌手。之后的周迅开始了自己的生活，参加综艺，和朋友一起开影视公司，一起做培训学校，上演了一波现实版的《老友记》。还主持了演技类的节目《今日影评表演者言》，整个节目没有营销，没有热度，却备受观众好评。目前恋情曝光后，周迅并没有出来澄清，这倒是挺周迅的。周迅现在的状态，大概就像杨千嬅的歌曲《勇》里说的一样，我也不是大无畏，我也不是不怕死。我也不是不怕死，但是在浪漫熱吻之前，如何輕要懸崖絕嶺，為你亦都是平地。愛你不用合情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喜欢的时候你让我保留一点，我也留不住；没有的时候你让我再留一点，我也没有。虽然大家担心周迅对爱情过于投入的态度会让他受伤，但就像薛兆丰分享过一个经济学理论一样，假设在一个有70亿颗绿豆的大缸里扔进去2颗红豆，搅啊搅啊，那么在这短暂的一生中，他们都不会碰上。红豆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人呢？现实点说，我们遇见真爱的概率也是如此。所以不论明天的情路有多么曲折，你都要在今天行动起来，不必去问是好是坏。虽然每个人都想要一段圆满的爱情和婚姻，可是生活有自己的主意，它从不会按照我们的规划来，所以能做的只有着眼于现在，安然一生。情起情灭不由人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就像《如懿传》剧中时一样，当时很多人都在为如懿的结局惋惜，但周迅却在微博里发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悲剧，它很好，它是一个善终，永远像花儿一样开着，永远有爱与被爱的勇气，爱了就爱了，受伤也就受伤了，这是每个人的人生要面对的课题，会经历的体验。愿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凡尘俗世中相信美好的人，诚实的做下每一个选择，不论何时，不论亏欠，不负遇见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点赞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